各位小伙伴，晚上好啊！我是你们的张狗剩。现在这个点儿，川普已经在重返华盛顿的路上了。今天咱们聊点深水区的，讲讲过去10年中国到底是怎么攻关川宝的。你表面上看到的是什么贸易战呀、芯片战啥的，是美国挥舞着关税大棒欺负中国，但私底下北京也没闲着，他们绕开口水战，绕开推特，甚至绕开了整个白宫的正门，把一张无形的网悄悄铺在这个老头脚下的每一寸地皮上。他的家族生意，他背后的华尔街大鳄，还有硅谷的超级金主们等等，那些他最需要的、最信任，甚至最不敢得罪的人，一个接一个被这张网一点点地装了进去。直到10年后的今天，这位史上最难搞的美国总统再一次心甘情愿地坐回了牌桌前，和萍萍在北京谈笑风生。咱们的故事从9年前的初冬讲起。等等，别走！等等我，刚刚上厕所去了，我马上下来啊，有点高，别急啊。2016年11月底，北京的冬天，特朗普刚刚爆冷，赢下大选。没多久，93岁的外交活化石基辛格拖着老迈的身躯飞了一趟北京。半个世纪里，他估计是中南海最信任的美国朋友了。在80年代，他就和中信合作开了一家叫 China Ventures 的投资公司，注册资本7500万美元，绝大部分钱来自中国。再到后来，他的咨询公司 Kissinger Associates 专门服务那些想在中国做生意的美利坚精英。12月2日，萍萍在人民大会堂亲自接见了他。基辛格这次来是给萍萍建立和特朗普沟通管道的。他告诉萍萍，特朗普那些竞选言论是给铁锈带蓝领听的，骨子里他是商人，不是意识形态斗士，别太当真。但就在同一天，地球另一端的曼哈顿第5大道，特朗普的公寓里，电话响了。电话那头的人是蔡英文，通话整整持续了10分钟。1979年中美建交以来，37年，没有任何一位美国总统敢和台湾总统直接通话，这是一颗碰一下就会引爆的地缘核弹。挂完电话，川宝就憋不住了，那个兴奋啊，他根本不管几条街外美国国务院里那些职业外交官的死活，发了一条推特：台湾总统刚刚打电话给我祝贺当选，谢谢。我的乖乖，93岁的基辛格还坐在北京呢，茶还没凉透。这个新总统已经把一中政策这盘下了近半个世纪的国本大棋，在曼哈顿一脚踹翻了。华盛顿建制派估计得连夜找速效救心丸，他们等着北京的反击，召见驻美大使，外交部抗议，东海实弹军演。但是不可思议的事情发生了，萍萍忍了。后面王毅出来不痛不痒地说了一句，这是台湾的小动作，这事儿就这么过去了。别说中南海的智囊看得真挺准，川普这个满嘴跑火车的纽约老头不是个传统政客，他对华盛顿那套繁文缛节的外交官僚体系没有任何敬畏。你走国务院的正门去抗议没用，这个人不吃这一套，你越抗议他可能越来劲。7天后的12月9日下午，纽约第5大道666号，在特朗普大女婿贾里德·库什纳的家族公司总部大楼，经过基辛格的引荐，时任中央外办主任杨洁篪和驻美大使崔天凯走进了这里14层的会议室。会议室墙上挂着库什纳祖父母纳粹大屠杀幸存者的巨幅画像，俯视着整个房间。坐在他们对面的是白宫未来的内廷核心女婿库什纳，极右翼国师班农，后任国家安全顾问福林将军，对华极端鹰派彼得·纳瓦罗，做正式记录的国安副手麦克法兰。这个会议室里的每一个人，未来都将改写这个世界。杨洁篪一落座，没有寒暄，他打开一本厚厚的活页夹，开始阐述立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领土完整和主权不容置疑。然后他像一位严厉的历史教授，在训斥一群犯错的学生，给这群未来的美国掌权者上了整整1个小时的中国近代史课，从百年国耻讲到南海9段线，讲了平平新型大国关系、一带一路、台湾、西藏、香港，最后给他们划下红线，让他们管好总统的推特。讲了1个小时，中场休息，大家上洗手间，回来落座。你猜怎么着？杨洁篪翻开活页夹的第1页，清了清嗓子，把刚才那1个小时类似的话又念了一遍。班农当场懵逼，转头对库什纳说：“中国好像觉得我们这些外国恶魔真的很笨，用讲的不够，还要用念的。”这时候，经济学教授出身的纳瓦罗听得不耐烦，指着杨洁篪的鼻子大吼：“你们30年来都在偷我们的智慧财产！”麦克法兰赶紧按住他的胳膊，看着这混乱的场景，杨洁篪的嘴角
浮现一丝不易察觉的笑。这场会面表面剑拔弩张，但中方摸清了局势。美国这帮人虽然满嘴喊打喊杀，但内部四分五裂，毫无外交底蕴，彼此猜忌。一个商人的儿子，一个极右翼狂人，一个被 FBI 盯上的退役将军，一个把博士论文写成反华檄文的经济学家，这桌牌呀，应该好打。根据会后流到外面的内部备忘录，这次会谈的价码被写了下来，是一项尚未明确的宏大投资提案，以推进特朗普的国内就业议程。北京把价码直接摆在了特朗普女婿面前，告诉他，把你岳父从悬崖边拉回来，作为回报，我们会给他最想要的政治筹码，能让他发推特炫耀的，能让铁锈带蓝领工人欢呼的100亿级订单。但是光给订单是不够的，特朗普这辈子最在乎的就是5个印在5星级酒店和高尔夫球场大楼上的金光闪闪的字母 TRUMP。Trump。2006年，福建有个叫董伟的商人，商业嗅觉毒辣，他翻了翻中国国家商标局的目录，发现 TRUMP 这5个字母在建筑服务类别下还没人注册，他花了几千块手续费，当场抢注。之后，特朗普集团的律师团气势汹汹杀到北京，撞了一鼻子灰。中国商标是谁先注册算谁的。接着，商评委驳回，一审驳回，北京高院驳回。2015年5月，最高人民法院终审，再次彻底驳回。然后神迹发生了，2016年9月6日，距离美国大选投票还有整整2个月。那时候，所有主流民调里，希拉里占据绝对优势，民调给出的特朗普赢的几率只有35%。全美国的建制派都在看他的笑话，别人都不看好你，可我看好你啊！那时候，北京那个商标评审委员会毫无征兆地做出了一个反向裁定，宣告董伟的 Trump 商标无效，为特朗普亲自注册扫清了所有障碍。怪了，没开庭辩论，没有新出现的证据，没有任何程序性变更，10年都没改的态度，那一天不知怎么地，突然就改了。2个月后，特朗普爆冷当选，开票后仅仅第5天，中国商标局火速下达临时性授权，情绪价值给足了，但光有情绪价值还不够，那通台湾电话惹出来的天大麻烦，怎么才能让老头自己体面的咽回去？中国太懂了。这几个月里，北京没走传统的抗议渠道，崔天凯直接锁定了库什纳这条家门暗线。根据后来华盛顿邮报挖出了内幕，崔天凯把中方能接受的评评和川普的通话条件写成了一份非官方的英文草稿，私下递交给库什纳。库什纳拿着纸条进白宫试探，遇到川宝反感的词，库什纳直接拿笔改，改完再塞回给崔天凯。两人跳过整个美国外交官僚机器，硬生生磨出了一段双方都不丢面子的说辞。2017年2月1日，大年初5，通话前8天，中国驻美大使馆办春节招待会，库什纳让妻子伊万卡牵着5岁的女儿阿拉贝拉盛装走进中国大使馆，伊万卡带着女儿看杂技、听中国音乐。这是崔天凯和库什纳台下达成交易后的第一场活动。库什纳用妻女的捧场，给北京吃下了一颗定心丸。你看，咱们是自己人。暗箱操作完毕，明面上的台阶就可以搭了。2月8日，通电话前一天，白宫突然对外公布了一封看似毫不相干的信件。特朗普总统给中国领导人发了一封元宵节贺信，这封不痛不痒的贺信就是两人磨出来的破冰台阶。接下来的事儿就顺理成章了。2月9日深夜，情人节前5天，被彻底安抚的特朗普跟中国最高领导人通了就任后的第一次正式电话。为了把蔡英文电话那笔烂账彻底翻篇，同时给川宝一个台阶，白宫官方通稿里留下了一句外交辞令史上很经典的句子 ：At the request of President Xi, we agree to honor our One China policy。应习主席的请求，我们同意尊重我们的一个中国政策。那个应请求极大地满足了特朗普作为施恩者和交易大师的虚荣心，听起来好像是中方求他似的，但那个我们的又巧妙地保留了北京的面子，把妥协包装成了继承美国历届政府的政治遗产。电话通了，红线稳住了，但中南海想把这个纽约老头搞定，光靠隔空喊话没用，你得去奔现。按以往外交的铁律，元首第一次访美必须是白宫南草坪21响礼炮，国宴招待的最高规格。但崔天凯钻进库什纳的办公室摸底，怎么安排你岳父最开心？库什纳指条明路，别去白宫听那些官僚唠叨，去海湖庄园。北京答应了。2017年4月7日，佛罗里达海湖庄园，中方做出了外交史上罕见的让步，主动降级访美待遇，不去白宫南草坪，不要国宴礼遇，主动跑到了一个私人高尔夫俱乐部去开峰会。那天晚上，伊万卡牵着5岁的阿拉贝拉，穿着中国传统绸缎，唱起了一首中国民歌《茉莉花》。茉莉花是彭丽媛2005年央视春晚的作品，伊万卡当场录视频发推特。当晚，这段视频在中国全网无死角放行，举国流量矩阵，
把特朗普的外孙女捧成了中国14亿人眼里最讨喜的国民小网红。晚宴第二天，中国商标局又火速批准了伊万卡公司在中国的3个临时商标：珠宝、手提包、SPA 服务。这里挖个坑，教阿拉贝拉唱茉莉花的是库什纳家里那个叫西西的中国保姆。至于她是啥背景，我们后面说。后面到了2017年11月，特朗普访华，公关学简直登峰造极，故宫为他一个人清场闭馆，在乾隆的建福宫摆下私人晚宴。这地方平时连萍萍都不会随便用。他们在慈禧曾经看戏的畅音阁听京剧，整个紫禁城仿佛突然倒回到那个万邦来朝、礼乐齐备的旧时光。只是这一次，坐在皇位上享用宴乐的是一位来自纽约皇后区、带着浮夸领带的房地产商。中国的礼遇精准地命中了特朗普骨子里对皇室待遇的执念。第二天，人民大会堂的桌子上，萍萍给了川宝一个震惊全世界的天文数字订单，2535亿美元。特朗普在台上笑得连眼睛都看不见了。但美国权威智库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后来把这笔订单定义为账面战绩。订单里300架波音飞机后来因为贸易战和737 MAX 空难，绝大部分没交付。430亿的阿拉斯加液化天然气大单，仅仅是一纸没有约束力的意向书。更离谱的是，837亿美元的西弗吉尼亚页岩气项目，比当时整个西弗吉尼亚州全年的 GDP 还要高出好几截，最终烂尾。萍萍清楚，特朗普自己心里更清楚，他要的从来都不是真把制造业搬回来，他要的是我把制造业搬回来了这条头条新闻。既然你要这个新闻，那萍萍就给你啊，这是一桩两厢情愿的交易，两个商人之间最坦诚的交易。听到这里，你可能觉得故事的逻辑是清晰的，北京懂商人川普从从容容游刃有余啊，但大国博弈非常复杂。中南海这台机器从来也不是铁板一块，在2017到2019这段时间里，就发生了一件事儿。17年6月9日早上10点，白宫椭圆形办公室，班农当时凑巧在场，特朗普走了进来。班农刚要开口，特朗普突然打断他说：“等等，我们要抓到那个强奸犯。”什么？班农满脸黑人问号。那个强奸犯，那个强奸所有人的家伙，我们一定要抓到他。班农继续满脸黑人问号。特朗普打电话给秘书拿了个东西进来，那是一个大信封。我要把这家伙赶出这个国家，就现在。总统先生，这是什么？班农问。这是永利交给我的习近平的来信，我们要给习主席送人情，让我们认识一下这位永利。斯蒂夫·永利，拉斯维加斯赌王，被业内称为现代赌城之父。当时他刚刚被特朗普亲自任命为共和党全国委员会的财务主席，他掌管着共和党全国级别的捐款流水，而永利集团全球70%的利润来自澳门。习近平上台后那波反腐打老虎，让澳门赌业一季度营收暴跌35%。永利在2015年跟股东电话会议里痛斥中共政策，说他们几乎让人无法做计划。但仅仅1年后，2016年初，永利突然180度大转弯，在另一场股东电话会议里，对中共治理换上了一副截然不同的脸色。那天信封里装的是一份关于郭文贵犯罪的档案。当时郭文贵已经开始了直播爆料，把王岐山骂得狗血淋头。北京想让美国遣返他，但你想直接走司法部，走不通。那会儿郭文贵已经申请了政治庇护，中美没有引渡条约，这是死结。永利亲自把这个请求转达给了总统。这个事儿在幕后撺掇的人就是时任公安部副部长孙立军，还用一位拉斯维加斯赌王做白手套，去交付一封所谓的平平来信。这个故事我们单独做过节目，你们可以去看看，链接放右上角了。班农一看那信封，脑袋嗡的一声，要遣返的人可是他的好朋友文贵啊。他冲到通讯主任霍普希克斯的桌子，抓起电话打给国安会亚洲事务高级主任马修·伯明。伯明从白宫旁边的旧行政大楼一路狂奔，冲进西厢。班农和伯明极力向川普陈述，郭文贵已经申请政治庇护，没有引渡条约，强行遣返违反美国法律，会引爆华盛顿主流媒体。川普一开始还咬着不放，我们一定要把他赶走，他什么人都抢走。但经过一番强势劝说后，川宝最后还是松了口，那让司法部走程序吧。差一点点，美国总统就当着自己幕僚的面，从一个外国赌场老板手里接过一封外国元首来信，签字遣返一位在美国境内合法申请政治庇护的中国公民。不过反噬5年后到了2022年5月17日，美国司法部祭出大杀器，正式起诉永利违反外国代理人注册法。大名鼎鼎的 FERA 要求他向司法部登记为中国政府代理人，这是司法部30多年来第一次发起此类民事诉讼。主管国家安全的助理司长马修·奥尔森亲自宣布的那一刻，整个共和党的金主圈吓得屏住了呼吸。2022年10月，联邦法官以代理关系结束，即注册义务消灭的法律技术理由，驳回了司法部的请求，永利官司赢了。但是同一份判决书里，法官明确写道，
从公共利益角度来看，他确实应该注册。中南海记住了这次教训，靠直接指令指挥物理白手套，太张扬，太危险，他会被 FBI 像拔萝卜一样连根拔起。高级的公关，你应该让对方自己心甘情愿地朝你想要的方向走。就在永利拿着信封在白宫里莽撞试探的同时，北京在另一条战线上早就铺好了一张非常柔韧，连 FBI 都无从下口的暗网。邓文迪，她可能是过去30年里中美名利场上最神秘的一个女人，没有之一。她和伊万卡·特朗普是密友，她和贾里德·库什纳是密友，她和他们的孩子像过家家一样的熟。伊万卡跟库什纳订婚的时候，邓文迪是她在闺蜜圈里最早分享喜讯的人。阿拉贝拉出生的时候，邓文迪去医院看望。2013年6月，默多克和邓文迪离婚，2个女儿监护权共同拥有，但离婚没有让邓文迪退场。她在曼哈顿继续过着一个跨国名媛的生活，房产、生意、艺术品、人脉。她和库什纳、伊万卡夫妇的关系纹丝不动，他们住在曼哈顿同一栋公寓楼。她和伊万卡还每周聚会。填坑啦！我们把前面海湖庄园的画面调出来重看一遍。那一天，伊万卡的女儿阿拉贝拉5岁，她穿着中国传统绸缎，唱起了茉莉花。教阿拉贝拉唱中文、唱茉莉花的是库什纳家里那个叫西西的中国保姆，而西西就是邓文迪推荐的。不过 FBI 貌似发现了什么。2017年初 FBI 反情报处亲自找上门，向库什纳、伊万卡夫妇通报警告。他们说邓文迪可能在促成中国政府的利益，请你们小心。他们还专门提醒了那个保姆西西的来路，但 FBI 的态度异常诡异，警告了，但拒绝把任何具体的反情报证据交给他们，因为这是情报机构的行为准则，让你紧张，但不告诉你为什么紧张，这真折磨人。对于警告，库什纳伊万卡夫妇完全不理。在他们看来，邓文迪是伊万卡多年的闺蜜，也是孩子们的温迪阿姨，是节假日一起度假的家庭朋友。他们说 FBI 是一群患了受迫害妄想症的官僚。伊万卡甚至在一次私下饭局里说过 FBI 对中国人有偏见。邓文迪代表的是白宫后院里那股隐秘柔软的家族暗流。不过中南海非常清楚，要真正稳住中美这艘超级巨轮的底盘，光靠搞定夫人和闺蜜是远远不够的，你还需要一种更庞大的力量，那才是真正能在华盛顿翻云覆雨，把利益的根须深扎进权力心脏的重头戏啊！这个东西就是资本。下面让我们认识一下这位国师斯蒂芬·苏世民，黑石集团创始人。时间倒回2013年4月21日，平平刚就任国家主席37天，中南海正在新旧权力交接的窗口期里小心翼翼。就在这个最微妙的时刻，人民大会堂金色大厅里，66岁的苏世民站了起来，宣布了一个让所有人愣住的消息：我个人给清华大学捐1亿美元，再筹2亿，建一个苏世民书院。主抓这个项目的中方首席是未来的国务委员陈吉宁。苏世民给这个书院起的副标题叫“中国的罗德奖学金”。他在向北京宣告，未来100年，中美两国政商两界的精英，下一代由我来给你们牵线。但你以为他是在做慈善？把时间轴往前拉一点，你就能知道咋回事了。2007年，中国主权财富基金中投公司 CIC 刚成立，第一笔砸向海外的天量巨款30亿美元，精准地投给了黑石集团的 IPO 私募轮。到了2017年，黑石又把手里的欧洲物流平台反手以138亿美元的高价卖给了中投。你看，30亿加138亿，苏世民和中南海从一开始就是血脉相连的超级合伙人。带着这层合伙人的底色，我们再来看特朗普爆冷上台后的魔幻操作。2016年12月，特朗普的过渡团队乱成一锅粥，后任白宫幕僚长每天都被特朗普的推特气得想辞职。就在这时，特朗普宣布成立总统战略与政策论坛，就是他的私人经济智囊团，论坛主席就是苏世民。特朗普把组阁权直接交给了他，说你来挑人。苏世民挑了摩根大通的戴蒙、贝莱德的芬克、苹果的库克、通用汽车的巴拉、迪士尼的艾格，16个全美国最顶尖的 CEO。 这份名单上的每一个人、每一家公司在中国都押了庞大的身家性命。一个总统咨询委员会的主席亲手挑出16个对华深度敞口的金主，给一位毫无执政经验的总统当导师。苏世民摇身一变，成了把整个美国资本主义的对华版图亲手缝进特朗普耳朵里的影子国务卿。他的能量很大。2017年1月，特朗普上任前一周，达沃斯论坛，苏世民在会场外和平平进行了一次单独的闭门会面。根据他后来的自传披露，他在这场会面里亲口向习主席传达了后任总统特朗普对中国的看法。你看啊，那时候华盛顿那套庞大的官僚机器连驻华大使都还没定下来，中南海已经通过一个华尔街老头提前拿到了美国总统的底牌。到了2018年，贸易战开打，
第一轮谈判破裂，眼看局势要彻底失控，苏世民来救场了。2018年10月，苏世民飞赴北京，和当时的国家副主席王岐山进行了一场非正式的20分钟对话。当时他提出了让习主席和特朗普应该在11月底的阿根廷 G20 上见一面的想法。王岐山点头。1个月后，布宜诺斯艾利斯晚宴，特朗普拍板，把原计划要升到25%的关税推迟90天，全球市场狂欢，中美关系硬生生被从悬崖边拽回了一口气。当然，合伙人也有合伙人的规矩。2021年，黑石想花30亿美元私有化潘石屹的 SOHO 中国，帮潘老板套现走人。结果，国家市场监管总局毫无征兆的一锤子砸下，说审查不通过，潘老板的机票化为泡影。中南海借此向所有华尔街大鳄立下了一条不容践踏的规矩：资本是政治的工具，政治绝不是资本的附庸。你可以来赚钱，可以当传话筒，但当你的算盘撞上国家战略的红线时，再大的招牌也得给我刹车。苏世民翻脸了吗？木有啊，朋友。能在这张棋盘上吃肉的人，都懂得尊重画棋盘的人。到了2024年大选，苏世民疯狂给特朗普阵营砸了超过4000万美元。你看那个正在建的白宫国家宴会厅，就是他捐的。听到这里，肯定有聪明的小伙伴要拍桌子反问了：狗剩？那按你这么说，中南海把公关玩得这么出神入化，把特朗普身边的金主全装进了网里，那为什么贸易战还是开打了？芯片还是被死死掐住脖子了？TikTok 还是差点被明抢了。别急，因为这盘下了10年的公关暗棋，从来就不是能点石成金的魔法棒，它真正的作用更多是刹车片。大国博弈很残酷，中美这两个庞然大物在芯片、AI 和地缘上的结构性火拼，必定让双方有冲突。我命不由我也不由天啊，朋友们，指望几个华尔街大亨去逆天改命，难度有点大。北京的真实底线也很清晰，咱不求你把油门踩多狠，但我必须确保，在车头即将冲下悬崖的那一刻，有人会死死踩住刹车，哪怕只慢下来一点点，那就是战争与和平的界限，就是整整一代人还能不能安稳做生意的生死线。那么怎么踩刹车？中南海最重要的公关手法，反而是我不打一个电话，不见一次面，但我让你身边最离不开的金主亲自去按住你的手。给你看几个画面。在2019年盛夏，关税战打得最天昏地暗的时候，共和党最大的金主金沙集团老板阿德尔森坐着私人飞机直奔白宫。他走进去，没有替中国说一句好话，他只是冷冰冰地把账本啪地拍在特朗普的坚毅桌上。你的关税砸的是我澳门赌场的盘子，我的赌场要是没流水，你下届连任的竞选资金就……他走后，关税大棒悄然放缓。北京呢，隔着太平洋，没说一个字。再看华尔街量化基金大佬杰夫亚斯，手里紧紧攥着字节跳动几百亿美元的股份。2024年3月，眼看华盛顿要对 TikTok 下死手了，他走进了海湖庄园。仅1周后，那个曾经高喊要封杀 TikTok 的特朗普，突然在推特上大转弯，破口大骂，封了 TikTok 只会便宜了人民公敌 Facebook。他直接把美国总统的嘴拧了180度。还有苹果的库克，苹果在中国利益太大了，把半条命都拴在中国供应链上的库克，根本不需要北京去催促，他自己就会化身华盛顿走廊里最隐秘、最拼命的灭火器。这些人可没被北京洗脑啊，也没被统战啊，他们只是在非常忠诚地捍卫自己赚钱最快的那张全球资产负债表。北京其实不用去说服这些资本家热爱中国，北京只需要把一张名为合作共赢的地图摊在桌面上，确保这条道能一直走下去。剩下的，这群人类历史上最精于算计的大脑，自己会算出最优解。我们拿马斯克举个例子，2018年是马斯克这辈子最暗无天日的时刻，特斯拉深陷产能地狱，资金链濒临断裂，华尔街集体看衰，做空机构像秃鹫一样盘旋，就等着分食他的商业帝国。就在马斯克快要跪下的时候，上海出手了。没有任何废话，上海给了马斯克一份中国汽车工业史上前所未有的特权，外资100%独资，用白菜价批下临港的地皮，国有4大行以近乎零成本的利率，直接砸出上百亿贷款，从工厂破土到第一辆车交付，只用了仅12个月。没有这救命的12个月，特斯拉在2019年可能就已经灰飞烟灭了。上海不仅把马斯克从地狱里拉了回来，更是一把将他推上了世界首富的宝座。到2024年4月28日，马斯克的私人飞机突降北京，国务院总理亲自接见。同一天，中国官方发布重磅文件，特斯拉首批通过中国汽车数据安全合规测评，马斯克梦寐以求的全自动驾驶系统拿到了在中国14亿人口庞大数据池里合法训练的最高通行证。第二天，特斯拉股价暴力拉升15%。仅2个半月后，7月15日，特朗普遇刺后仅2天，马斯克正式宣布 all in 特朗普。在接下来的5个月里，他像疯了一样烧了整整2.9亿美元，成为美国大选史上最下血本的个人金主。
马斯克豪赌特朗普当然不是因为中国给他批了 FSD 作为所谓的政治交换，马斯克有他自己私人的怒火，拜登政府对他的长期边缘化，加州民主党对他企业的围剿，他所谓的觉醒文化夺走他儿子的痛，这些才是扣动他梭哈 MEGA 阵营的真正扳机。但是中国在这个最敏感的节骨眼上放行 FSD， 是给这场世纪豪赌提供了一个不可或缺的底层托底。在这个决定人类命运的十字路口，马斯克比谁都清楚，他通往火星的星际舰队，他那万亿美元的 AI 帝国，根本绝对永远离不开中国这条全球最高效的供应链和中国的市场。北京连半句关于美国大选的话都不需要提，更不需要教他怎么去站队。北京只需要让马斯克在那个春天清清楚楚、彻彻底底地看明白，在这个地球上，在中国经商，你的特斯拉能活得最爽，你的野心能得到最大的释放，这就足够了。这才是中南海最高维度的博弈学，它褪去了所有意识形态的狂热，回归了资本运作最冷酷的理性。北京从不需要去左右你的政治信仰，更无意去干涉你国家的内政，它只是非常客观的把自己变成了你庞大商业帝国运转中那块效率最高但也最无法抽离的承重墙。再过几个小时，等空军1号落地，华盛顿那场永不落幕的真人秀明天又会准时开锣。Truth Social 上的我要炸了你，举到天上的关税大棒，我要脱钩，我要锻炼，美国又赢了，台词翻来覆去就那么几句，可观众百看不厌啊。等未来某个深夜，特朗普又坐回那张项目的坚毅桌前，准备签下一份足以把中美彻底撕开的法案时，椭圆形办公室的门依然会被人轻轻推开，走进来的是马斯克，是苏世民，是过去10年里我们一个一个点过名的那群中国自己人，然后平淡地说一句：总统先生三思啊，这单生意咱们亏啊！经济的钢索把两人身体下面不知道什么东西拴在了一起，谁敢扯谁先疼。估计川普本人仍然深信自己是这地球上最伟大的交易大师，深信那套极限施压的王八拳能把世界玩弄于股掌之上。但他大概永远不会发觉，他坐在那张牌桌前，盯着对面那个一言不发的对手，他身后的椅子腿、桌底下的牌、口袋里的筹码，早被那些围在他身边笑得最殷勤的自己人神不知鬼不觉地全换掉了。交易的艺术是他自己写的，但具体交易怎么执行的他不知道，也不会有人告诉他。好了，我是张狗剩，咱们下期再见啦。普普想要，普普得到，普普想要，普普得到，平平想要，平平得到。嘿嘿。